跑完新藏线，看一下现在的状态啊，伊拉克成色啊。我们车现在已经洗完了，又和新的一样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环江半年啊，今天就正式开始我们的环江旅程了啊。我们的路线已经都规划好了，基本上按照路线走就行了。我们的第一站啊，喀什，现在出发。 从叶城0公里反方向出发了啊！路上的车其实我感觉也挺多的啊。从西藏那边基本上路上没有车啊，然后到这边一下子路上的车我就感觉很多，有点不太适应啊。这个羊还挺乖的啊，被人乖乖的抱着。咩！哎，对了，我们现在到了刹车线啊，这边有个 非遗文化展览园啊，刚才买了门票啊，35块钱。这钱也太好赚了啊！直接放了央视的纪录片啊，在这介绍穆卡姆。表现出塔吉克人如鹰一样的勇敢。 像鹰一样自由生活的美好愿望，感觉这35块钱白花了啊！对比塞奈姆，这个艾利姆家有点家徒四壁啊。 不过这边照相的话还是比较出片的啊。后边这里边竟然是个餐厅啊，占据中心核心地位啊，搞了个餐厅，放宣传片的小屋子，还都是放到了边边角角啊、犄角旮旯里边。这个刹车古城我是一点没看出来哪儿古了啊，可能风格是比较古啊。 然后它里边有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啊，弄了几台电视在那放央视的纪录片啊。新疆这边有一个特色的木卡姆啊，就是套曲的意思啊。这边原来有一个王妃啊，家里就是做这相关的，然后她当了王妃以后，她就收集整理相关木卡姆啊，然后形成了12套木卡姆啊，叫12木卡姆。新疆有非常多的木卡姆啊。 刹车这边的12木卡姆相当于是其中的一部分啊。本身这个王后呢，她就埋在这个景点对面的王陵中啊。这个就是收集整理的12木卡姆王妃啊，阿曼尼沙罕她的陵墓啊，纪念陵。这在外边我感觉也看的也挺全的呀。这边室外的温度是23度啊，现在穿的衣服又有点多了，现在又可以穿 短袖了啊，不过新疆这边早晚温差大啊，晚上的话就几度，也是挺冷的啊，所以说这个穿衣服也挺麻烦啊。我们去喀什的时候路过英吉沙县，它有一样东西在新疆是非常出名的，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以什么出名啊？它这边的小刀做的是非常出名的啊，有点类似于内地的这个张小泉的剪刀啊。当地人身上一般都喜欢揣一把小刀，哎，削水果啊。 切个东西啊，什么的都挺方便啊。具体啥情况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啊。看这大车拉的棉花啊，这么一大卷啊。看一下啊，到了这个英吉沙县小刀店，哦，这都是干啥的？这都是引导停车的。可以看到啊，整个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卖这个手工刀啊。这是村子原来的样子啊。 他们做刀的就已经全都改成了店铺，看一下他们墙上画的这个都和刀有关系。这边有人住，这边好像是没人住啊，看没有走路的痕迹，但是不知道门为什么是开着的。我们找个刀店进去瞅一下子啊。 你们这个是手工做的吗？手工的，全是手工的，家里有大师傅。这不是机器做的吗？全是手工的，不是机器的。这边能带刀吗？可以带，不会给收走吗？我不会说。不放。我们有几个啊，检查谁都不管，没有几个就不让卖。哦，要有这个号是吧？号码不让带走，不让卖，没有号码，有号码没关系。
你们一般价格差不多是多少的？价格差不多400， 3到400是吧？都是手工做的吗？都是工作的，配刀鞘吗？配刀鞘。行，你能看一下吗？可以看是吧？咱们刚才去了一个手工制作的现场看了啊，他们的刀确实至少外边是手工做的啊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本身的那个刀体本身啊，就是金属部分是机器压出来的，还是说人敲出来的呀？这个就差别就很大了。就是机器本身切出来的，钢板上面切出来的刀的形状啊，和拿一块金属轻锤板锭锤出来刀的形状啊，这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啊。我们没有看到这一部分的制作过程啊，但是从刀体本身就是往后制作啊，包括夹柄，刀体本身手柄那端加了固定的金属座啊，然后再往上加刀柄，加完刀柄，然后再拿到那边去磨，磨完了以后再去给开刃，开刃完了以后，包括它的刀柄上面会刻那些花纹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手工的啊。刀的价格呢，基本上都是在200块钱到600多块钱之间啊。说实话啊，我觉得是有点贵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出门在外，感觉也不能随身带一把刀啊，尤其是在新疆这边，你随身带把刀查到了说不清啊。它的每一把刀上面都是有一个2维码的啊，你买完了以后就会登记到你的身份证上面，就这把刀要绑定到你的身上啊。这把刀如果说是出现在别人的手上了，发生了啥事儿，将来也是要找你的。主要还是咱们没钱啊，所以说咱们就没买了。今天就是这样了，跑了2个地方，然后喀什的话，我们明天再过去啊。我们今天赶过去也是半夜了，估计也看不了什么东西了，可能只能逛一下它的夜市。今天就这样了啊，拜拜。